大家好，我是趙豪謝。那今天我要來介紹一下這個模組說明書框架。這個模組呢，簡單來講，就是為了要解決裝了新模組之後不會玩的這個問題。那所以我就今天就設計了這個模組說明書框架。如果你是一般使用者，很簡單，就是你點開這一個模組說明書的欄位，然後接下來這邊就會有顯示模組。那模組呢，這邊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說明書。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點開來，然後裡邊就會顯示這個模組說明書裡面各種已經寫好的東西，那也一樣可以有不同的模組，那不同的模組就會有不同的說明書。這樣，那上面還有語言，你這邊可以切換語言。那有一些可能沒有寫的，像這個還沒寫，那這個就有寫。這個有寫的，我這邊就會顯示是英文。如果是模組製作者想要利用框架來製作說明書的話，那我們會需要把這個模組的資料夾給點開來，這邊，然後這邊有一個 Tools， 然後把這個打開來。然後把這個 exe 檔得打開來，然後我們這邊就會看到一個模組說明書的編輯器。那打開來之後，如果你不是中文使用者，那你這邊可以切換成英文，這樣這邊也可以是英文的界面。好，那我們這邊就先使用中文來看。接下來呢，你就會看到這邊可以有一個模組的縮圖，你可以為自己的這個說明書選一個縮圖。這個縮圖呢，就會顯示在這一邊這個地方，所以你不用選太大的圖片，就選一個有標誌性的小圖片就可以了。接下來你可以把這個模組說明書的部分給存起來，它可以存成一個專案檔。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有一個已經寫好的專案檔在這邊。那這邊你可以看到，這邊有三張說明書，那這邊可以新增說明書，也可以調整說明書的順序跟移除，所以我們這邊有3個說明書，這邊也會有3個說明書。接下來呢，我們看到中間這個地方，我們說明書呢就是由文字跟圖片來結合而成的，顯示一段文字，然後圖片。所以在遊戲中呢，就會是文字，然後圖片，文字、圖片，然後文字、圖片，圖片。所以遊戲中呢，就會變成文字、圖片、文字、圖片、圖片，這樣子去做模組說明書的設計。這邊可以調整模組的說明書的語言，所以例如說我們這邊就有繁體中文，也有英文，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會顯示繁體中文跟英文這樣子。如果你要撰寫其他語言的話，你也可以從這邊加進來。例如說，如果你要寫簡體中文的話，你就在這邊新增簡體中文。那我這邊沒有，我就按這個把這個東西刪掉。下面這邊的話，就是每一個說明書要有一個獨立的 ID，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獨立的 ID， 獨立 ID， 獨立 ID 這樣子。一個說明書就只需要一個 ID， 即便是不同的語言，它也只需要同一個 ID 就可以了。接下來這邊有顯示標題，所以這邊這個標題就會顯示在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，然後點進去之後，這邊也會顯示標題。那這個地方的話，就是你可以在物品的詳細資料，或者是研究的詳細資料，去連接這個說明書。例如說，我們這邊有乖乖模組，然後這邊有研究，然後這邊有乖乖食品。乖乖食品的話，你就可以讓這個東西去連接到乖乖的說明書，乖乖的物品的說明欄。也可以連接到這個說明書，在連接到說明書的時候，你的遊戲會是暫停的，因為預計這個應該會有一段時間需要閱讀，所以預設是如果你按下去之後，遊戲會暫停。接下來這邊就是文字的撰寫了，這個除了打文字以外呢，你也可以讓這個文字變成粗體，或是斜體，或是上各式各樣的顏色。各個語言可以為各個語言去做各式各樣的圖片。繁體中文的部分，我就是用繁體中文的圖片。然後，如果是英文的話，它就會是英文的圖片，所以你可以因應各式各樣的語言，然後去切換自己的圖片。那最後呢，如果你是模組製作者，為自己的模組去做說明書的，你就這邊點瀏覽，然後把自己的模組給點開。例如說，我這一個說明書是給我這一個模組框架所設計的，你就點到你的模組框架這邊，然後就直接選擇資料夾，然後按包裝至模組資料夾，它就會完成剩下的部分。如果你不是模組製作者，你想要單純為自己喜歡的模組做獨立的模組補丁的話，你就選擇一個
你喜歡的資料夾，然後按輸出模組補丁，它就會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模組資料夾。你之後你再為這個模組資料夾直接上傳到實體工作坊就可以了。那當然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話，你也可以選擇這個模組資料夾，然後按刪除模組內的說明書。如果你不小心搞砸了的話，也可以按這個。最後就是，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的話，可以按這個 Support Me with Coffee， 然後這邊就可以有這個我的 Coffee 頁面。那你可以去做這個贊助的部分。那今天的模組說明書編輯器的部分就到這邊結束了，感謝各位。